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跟大家讲中国崛起系列。今天有个好消息，中国首先上市新冠疫苗，将促进东盟各国融入大中华经济圈，人民币将成为 RCEP 结算货币。这是一个保家卫国的新冠疫苗，是一个加速民族崛起的新冠疫苗，是一个拯救全人类的新冠疫苗。10月25日，就是今天中国国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成仪表示，中国国药集团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新冠疫情上市的申请。这不仅说明中国疫苗研发进展顺利，也意味着民众可能很快就能接种上新冠疫苗了，确实是个大好消息啊！日前，国药集团总经理刘敬珍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项进展，无论从研发、临床实验还是生产以及紧急使用，在各个方面全部领先于全球，我们是领跑的啊！在紧急使用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近100万的人口上面进行了使用，没有接到一例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只有个别的有一些轻微的症状。据国药集团11月11日在它的官网发布的消息称，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正在阿联酋、巴林、埃及、约旦、摩洛哥、秘鲁、阿根廷等国顺利进行，并且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接种志愿者超过5万人，样本人群覆盖125个国家，各个方面进展顺利，领跑全球，得到国际各国的广泛认可。国药集团总经理刘敬珍还指出，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向国药集团提出购买新冠疫苗的请求，一旦上市审核通过，中国疫苗将在国际市场上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支上市可以大规模接种的新冠疫苗。为保障新冠疫苗的供应，中国生物已经做好大规模量产的准备工作，明年的产量预计能达到10亿剂以上。国药集团还提到，试验各项数据均好于预期。一般来说，新冠疫苗在3期临床试验取得安全性和保护力数据之后，经审评获批就可以上市。由于中国新冠疫苗表现了可靠性和有效性，国药集团率先提出上市的申请，将很快推广接种。为了保证充足安全的疫苗供应，国药集团组织中国生物开展大规模生产准备工作。据悉，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2个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明年产量预计将达到10亿剂以上，能够保证安全充足的新冠疫苗供应。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上述新冠疫苗申报上市之后，要获得成功上市，还需要历经审核、公示纳入、技术评审、核查、综合审评等一系列流程。国药的工作人员表示，新冠疫苗经营实施一票制，各地疾控中心要对配送商进行招投标，公司投标成功了才可以参与配送。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研发的新冠疫苗属于灭活疫苗，这种新冠疫苗的特点是技术成熟、安全性高，以及运输方便、储运方便，可以在2至8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输。新冠疫苗的储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受到全世界各国很高的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疫苗的大规模应用与此同时，最近美国和英国药企巨头纷纷公布了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有效率消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前审查员、疫苗专家李忠明认为，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把疫情控制到接近于0感染，而3期临床试验要在疫区做，试验的展开受制于外国的合作情况。另一个原因是临床试验的进展
还要与感染者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的有效率会有所不同。依据 FDA 发布的指南，新冠疫苗的有效率在50%上就算已经是及格了。最近英美药企接连发布了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比如美国的辉瑞公司发表其合作研发的3期临床试验中期结果，有效率为95%。辉瑞也已经于11月20日向美国 FDA 提交了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美国 FDA 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指出，疫苗审查需要充分的耐心以及高透明度，审查不是几天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FDA 计划于12月10号举行会议，此后可能会批准辉瑞的紧急授权。由此推断，中国新冠疫苗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核，可能也需要几周时间。如果按照美国的20天的审查时间来算，那么中国新冠疫苗可能要到12月15日左右正式上市。美国还有一款新冠疫苗，就是 Moderna。Moderna 公司宣布其新冠疫苗3期的临床试验中期结果，有效率达到 94.5%。美国这2家公司发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新冠疫苗有效率都超过了 90%。这对提高全球的抗疫信心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另外，英国牛津大学与跨国药企阿斯利康合作的新冠疫苗3期试验的中期分析表明，该疫苗对预防新冠的平均有效率为 70%， 只有 70%。前期在美国和英国临床试验的时候还死过人，被暂停过。3期临床试验已经被暂停过了，近期又重新开启临床试验。没办法，英国的疫情拖不起现在是来势汹涌，整个欧盟都是这样。就算有效率才 70%， 甚至 50%， 也得咬着牙去接种，总比现在那样等死要好。对比之下，中国的新冠疫苗有效性如何呢？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指出，辉瑞新冠疫苗能阻止 90% 的感染，广东乃至中国对新冠疫苗的研发在差不多的水平，那就是说，中国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一点都不比美国的新冠疫苗差。但是具体的结果和数值还要等国药公司公布之后才会知道。不过，有业内的人士指出，唯有效性作为指标不可取。除了有效性之外安全性也是大规模接种所必须考虑的。国家在选择新冠疫苗接种的时候，除了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还要考虑到产品产量、药物经济性等多种因素。据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全球各国预购的新冠疫苗订单已经达到了96亿剂，其中65亿剂已经是被确认了的交易。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具有开发新冠疫苗能力的国家目前新冠疫苗潜在的订单情况。中国目前有4款在海外进行3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国药集团有2款灭活疫苗，北京科兴生物有1款灭活新冠疫苗，前段时间已经在浙江嘉兴和义乌公开接种了，主要针对的是高危人群和出国人员。另外还有1款就是军事科学院陈薇院士领衔研发的重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这4款新冠疫苗的潜在出口国已经到40多个国家了，其中北京科兴生物的灭活疫苗已经在巴西、印尼、土耳其、孟加拉国等国家展开了3期临床试验，并且已经与巴西、印尼、智利等国家签订了供货合同。11月19号，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就接受了首批12万剂北京科兴生物的新冠疫苗，这是该州拟进口的600万剂中国科兴生物新冠疫苗的一小部分。另外，科兴生物在今年8月与印尼制药公司百亚 Pharma 签署了协议，
将在2020年11月到2020年3月之间向印尼方提供4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半成品。今年10月，智利卫生部也宣布了与科兴生物达成了协议，将向智利提供2000万剂新冠疫苗。除了科兴生物，康希诺生物研发的重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也已经在墨西哥、俄罗斯等地进行了3期临床试验，并在今年10月份与墨西哥方面达成了3500万剂的新冠疫苗采购协议。综合来看，仅仅科兴生物和康希诺生物两家中国企业目前就已经拿下了超过1亿剂的新冠疫苗合同，加上国药集团的2款灭活新冠疫苗。国药集团因为是国企，我认为订单数量绝对不会少于1亿剂，甚至更多。相比较美国的方面，据11月25日最新的消息，在美国生物技术企业 Moderna 公司通报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达到 94.5% 之后，欧盟在10月24号宣布与 Moderna 公司达成了购买协议，订购 1.6亿剂 Moderna 新冠疫苗。此外，截至目前，美国辉瑞药厂也已经与全球13个国家签订了至少 5.7亿剂的订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2款新冠疫苗目前已经稳拿到手的订单就达到了 7.3亿剂。现在形势已经非常清晰明了了，那就是欧美西方是一个阵营，用美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中国和东盟各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是一个阵营，用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两个阵营是泾渭分明是非常像当初的北约和华约。所以我们政府现在审时度势地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经济格局。欧美西方如果想要和我们继续做贸易，那就做；如果想要和我们脱钩，那就脱钩，无所谓。我们在 RCEP 框架内带着东盟各国融入大中华经济圈，大概会有20亿人口，还没有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口没有算进去如果都算进去的话，整个 RCEP 包括人口将达到23亿多。再算上那几十亿的亚非拉穷兄弟们，估计人口总数将会达到40到50亿。到时候大家一起发展经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走向辉煌，走向富裕。我非常看好大中华经济圈，因为人多力量大，到时候人民币作为 RCEP 的唯一结算货币，也就水到渠成了。11月20号上周五，辉瑞公司为其新冠疫苗向美国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之后，但是根据美国业界的说法，辉瑞的新冠疫苗使用了一种未经证实的新技术路线，叫做 mRNA， 也叫做信使，其安全性还是未知数。就算有效率是辉瑞所吹嘘的达到了 95%， 实际上此前从未有在人身上打信使疫苗成功的案例，因为信使 mRNA 很容易变质，并且失去活性，所以只能在零下70度的低温中储存。即便是这样，也不能长期保存，寿命只有1个月。在这种情况下，辉瑞公司未来如何将疫苗安全顺利地交付给买家，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辉瑞要省取众多审批环节直接上市，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不把人命当面，把那13个国家，包括美英、五脸联盟和那些欧盟所谓的西方阵营的人都当小白鼠了。号称有效率高达 95% 的2款美国疫苗，却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和瑕疵。和英国一样，美国也是没有办法，疫情不等人每天20多万人的感染，现在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万了，死亡人数超过了25万。这样下去美国的感染人数将很快超过1亿。所以就算走信使 mRNA 技术路线，新冠病毒此前从未有过成功的案例，美国人也得咬着牙去接种，
那总比像现在那样等死的要好。另外，美国政府也低不下他们那颗高傲的头颅，来求我们中国为他们提供新冠疫苗，面子害死人呐！相比来看，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可以在常温2到8摄氏度的冰箱中保存，而且保质期长达3年。相较于英美的新冠疫苗，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更适合无法提供超低温存储，而且负担不起高额新冠疫苗的大部分第三世界亚非拉穷国，那可是有几十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啊！此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在11月24日举办的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暨第3届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上说，中国积极推动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将在新冠疫苗研制完成并投入使用后，积极考虑东盟国家的需求。中国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COVAX 计划，未来5年内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献2000万美元，以实际行动促进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结合11月15日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被亚太15国联合签署之后，不久国药集团立马在10月25日提交了新冠疫苗上市申请。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就是要用全球首先上市的新冠疫苗作为战略武器，来帮助东盟各国快速地遏制新冠疫苗的迅速蔓延的这个趋势，先复苏经济，然后才能更好地发展 RCEP 框架内的经济。如果新冠疫苗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经济就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这是一个死循环，结局就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国家完蛋。这就是像给快要饿死的人一碗粥喝，那是救命之恩啊！如此一来，就能将东盟各国牢牢地吸引到以 RCEP 为主的大中华经济圈内。与此同时，王毅外长最近又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商谈如何互免关税，推动经济复苏。另外，作为美国反华急先锋的刺头澳大利亚最近他们的总理又服软了，说软话了。他说什么呢？10月24号，他说希望与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睦相处，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建立开放、透明和互利的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人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互补性强，在地区发展和福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终于吃到了苦头了，是吧？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代价是你根本无法承受的。知道服软，还说明想活还有救。看到了吧？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利益。中国能够给他国利益，什么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民主自由人权人权状况这一切全都是浮云，都可以忽略不计。各位老铁们，我们有幸可以见证历史，看着中国一步步的走向辉煌，重返世界之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啊！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本集讲完了，老铁们请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并分享、转发、点赞、留言，你们的大力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无穷动力。谢谢大家。